只有通过出海，中国才能构建在现代化意义上的跨国公司体系，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呢，能够走上一个新的台阶。所以这一代企业家的一个新的历史使命呢，就是出海。企业到了新加坡，有好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其实有一次常用的词就是 Singapore washing， 不过可能我们可以用 Singapore soaking，right？ 就是你不要洗，你只是洗，那么脏水流下来还是什么那种，你要 soak it。我就看到有一个企业就是很像戴森，就是山寨版的戴森。然后我再看后面还有十几家更像戴森的中国品牌，我们就必须要去摆脱这种惯性，不要再坚持过去的这种做题家的思维。什么叫做题家？就是答案是标准的。那么中国的今天的经济是什么样子呢？我的分析呢，我用一个简单的词来，用一个比较通俗的中文说，叫冰火两重天。第一方面就是中国的科技的进步，在过去的5年有很大的进步。另外一面就是出口，中国的出口在这几年呢一直维持了比较高的增长。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世界第2大经济体，14亿人口，跟高科技有关的，跟出口有关的就那么一点点人群，企业的盈利水平呢还是依然是下降的。所以企业的盈利水平下降，就导致了一个劳动者收入报酬增长速度下降，还有就是呢这个投资欲望下降。所以这种大背景下，你就知道在高科技领域，在出口领域以外，经济有多么冷。就是中国有一个这个企业出海的资本输出和企业出海的一个浪潮中国已经由商品输出已经过渡到资本输出这么一个历史阶段。只有通过出海，中国才能构建在现代化意义上的跨国公司体系。只有跨国公司，才能在全世界真正的合理的配置资源。也只有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呢，能够走上一个新的台阶。所以这一代企业家的一个新的历史使命呢，就是出海。所以出海是中国这一代人的一个历史责任。但是这个过程中呢，政府也是很关注有资本外逃的问题，也有产业空心化的问题等等。其他国家走过的路我们在看，但是这条路呢，我觉得是不可回避的。亚洲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地区。这次的战争、能源危机，首当其冲的是南亚。进入第1周是南亚，进入第2周是东南亚，进入第3周或者第4周，我们现在在第4周，东北亚开始受到压力。如果这个战事继续下去的话，亚洲在能源的危机方面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的一句话是，从我们这个能源系统来看的话，东北亚想解决下来的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东南亚、南亚包括亚细安想解决的是一个规模的问题。南亚跟东南亚没有规模，我们必须把规模提升。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对于整个全球的能源，它做了很大的一个冲击。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从我们壳牌的这个观点，世界正走向一个安全第一、安全优先的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政策。今年2月28号，我们进入了另一个未来。所以地缘政治的冲突已经强化了整个全球国家对于能源安全的逻辑，完全彻底改变。应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不会再走回去从前。壳牌内部我们叫做archipelago， 就是一个群岛思维的一个世界。大家都是群岛，大家都觉得要保护自己。这个意识相投的或者他们的利益相投的国家会聚在一起，把自己的能源架构搞好，
我们说中国有很多的人才，有很多的创业家，特别是现在很多的年轻的科创家，有着极大的雄心，有着极强的能力。这个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反过来去看，我想说的是我自己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今年我也去了 CES， 就是全球的那个消费电子展啊，我就看到有一个企业就是很像戴森，就是山寨版的戴森，然后我再看后面还有十几家更像戴森的中国品牌，是吧？然后我到其他的馆，然后看到有几十家做扫地机器人的，这个有几十家做陪伴机器人的，就是这个我们很多的科创家，这跟我们的这个过去的一些教育，我相信这是有惯性的。但是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就必须要去摆脱这种惯性，不要再坚持过去的这种做题家的思维。什么叫做题家？就是答案是标准的，哎，别人考80分，我要考90分，哎，我的成本会更低，我的产品更好，在性能上做文章，这是走不远的。那到最后的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同质化的竞争，最后这个利润就像 Peter Thiel 所说的，这样的 crazy competition 是会把利润都吃掉的，这是走不远的。现在中国的客观情况就是，的确是我们看到的外商投资企业进中国的速度在下降，出现负增长。另外一块呢，外商企业从中国撤出的速度在提速，有一个这样一个趋势。第一个就是中国的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中国的内卷，这个大概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的经济这个启动之后啊，这个10几亿人口都想赚钱。中国人赚钱的这个积极性非常高。在美国就是7姐妹，每个人相安无事，都做得还不错。中国有一个做的，后面这个呢，第一梯队是10个，第二梯队是100个，第三个梯队是1万个，是吧？好多人都想干一样的事儿，所以这件事情的确是一个宏观面很难控制的东西，但是的确也是中国的一个优势，就是把成本压得很低。成本压得很低的同时，又把技术的这个迭代搞得很快。现在其实中国有很多自己的最好的这个生产线建在国外。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现在的这个在全球的这个产业格局这个变化的过程中，产业链转移，产业链转移不考虑美国的这个特殊关系，就是考虑中国自己的产业周期，它需要转移。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本输出国，那么它要这个很多产业都要转移出去，所以说。在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竞争能力快速下降，技术优势并不大。当然有些还是有优势，很多没有优势。就产业链转移，它也要转移走。中国都要开始往外转移了，它可能也需要转移到其他国家。当然，这个东南亚国家带来机会，对东南亚国家并不是坏事。第三件事情就是所谓地缘政治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现在是很大一件事情，在安全面前，发展什么都不是，不算什么。所以说，跟中国的投资中国是不是敌国，在敌国投资有没有问题等等吧。我见到很多抛售在中国的资产的外资，他们在做一些准备，就等等吧。就这些原因加起来，我觉得是构成今天现在这么一个格局。但实际上看呢，这个中国的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很多亮点，因为中国还是很想吸引外资，还是很想让外资留住。就中国整个出口1/3是外资企业出口。所以中国的外资企业呢，中国拥有3000个就业岗位，所以这3000万个就业岗位，这个还是短期的不可替代的，也不应该被替代掉。中国企业，经常讲的，现在新加坡已经变成了他们这个全球化的这样的，应该说是一个根据地了。以前把它看作是一个 gateway， 现在变成了一个根据地。我们去看一下，回顾一下，就是说，新加坡从它出生这个国家诞生开始，它本地资源是极度稀缺的。没有本地资源的这样的一个纵深，没有本地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保护，你没有一个根据地。其实新加坡从它出生的第一天就是面向全球的，你没有中国，有别的企业，对不对？有别的国家，所以我认为新加坡的企业呢，应该要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用俗话说要争气一点，要有一点骨气，是吧？更重要的不是去和中国企业去卷，而是要去想一想你有哪些优势，在哪些方面你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说对这种多元文化的这种理解力和协作能力，你比如说你的这个对东南亚本地市场的这种深刻的理解，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包括你的这种合规意识、全球意识与国际接轨的这种商业标准，我想这个都是中国企业所稀缺的资源。企业到了新加坡，有好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就有一次常用的词就是 Singapore washing，
很多企业来这里就洗。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从政策上，新加坡在政策上可能要转一下的想法，就是避免这个新加坡 washing。不过可能我们可以用新加坡 soaking，right？ 就是你不要洗，你只是洗，那么脏水流下来还是什么你就走，你要 soak it， 浸泡，浸泡啊。Make sure that it is integrated with the Singapore ecosystem, right？ 浸泡，因为 washing 对于本地的一个市场，其实弊多于利啊。如果说能够是政策的角度来看的话 ，How do we make it a Singapore soaking, and they become part of it？这个现象展开出来的话，其实东南亚首当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泰国和菲律宾，而这样的一个层面呢，已经开始展开这样的一个，就是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增加了，这是一个趋势。会不会走回去呢？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要探讨的。这是一个对于自由市场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发展。我们开始也看到了很多国家，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巴基斯坦、印度，开始对于跟伊朗有双边的开始的谈判。那么开始你也看到有一些油船能够通过，所以基本上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不是100%的封锁，关键在于你的船是用哪一支国旗，这是一个现象。我们回到企业的层面上，一个企业的国际身份现在很重要。你怎么样解决你这个企业的国际身份？中国企业走出来出海到新加坡，成立了一个新加坡公司，你是不是新加坡公司？你是不是新加坡国际身份公司？这是一个问题。